碾压10年工业化，舰队零开封一炮示威，无血禅让。这不是脑洞，是工程师的称霸战略模型。当现代理工男穿越成吴越国王钱红军，面对赵匡胤的煌煌大宋历史，绝不按剧本走。以农业、化学、工程、海权、金融重构文明，不是战役胜负，是系统性文明碾压10年工业化，舰队零开封一炮示威，无血禅让。这不是脑洞，是工程师的称霸战略模型。当现代理工男穿越成吴越国王钱红军，面对赵匡胤的煌煌大宋历史，绝不按剧本走。以农业、化学、工程、海权、金融重构文明，不是战役胜负，是系统性文明碾压10年工业化，舰队零开封一炮示威，无血禅让。这不是脑洞，是工程师的称霸战略模型。当现代理工男穿越成吴越国王钱红军，面对赵匡胤的煌煌大宋历史，绝不按剧本走。以农业、化学、工程、海权、金融重构文明，不是战役胜负，是系统性文明碾压10年工业化，舰队零开封一炮示威，无血禅让。这不是脑洞，是工程师的称霸战略模型。当现代理工男穿越成吴越国王钱红军，面对赵匡胤的煌煌大宋历史，绝不按剧本走。以农业、化学、工程、海权、金融重构文明，不是战役胜负，是系统性文明碾压10年工业化，舰队零开封一炮示威，无血禅让。这不是脑洞，是工程师的称霸战略模型。当现代理工男穿越成吴越国王钱红军，面对赵匡胤的煌煌大宋历史，绝不按剧本走。以农业、化学、工程、海权、金融重构文明，不是战役胜负，是系统性文明碾压10年工业化，舰队零开封一炮示威，无血禅让。这不是脑洞，是工程师的称霸战略模型。当现代理工男穿越成吴越国王钱红军，面对赵匡胤的煌煌大宋历史，绝不按剧本走。以农业、化学、工程、海权、金融重构文明，不是战役胜负，是系统性文明碾压10年工业化，舰队零开封一炮示威，无血禅让。这不是脑洞，是工程师的称霸战略模型。当现代理工男穿越成吴越国王钱红军，面对赵匡胤的煌煌大宋历史，绝不按剧本走。以农业、化学、工程、海权、金融重构文明，不是战役胜负，是系统性文明碾压10年工业化，舰队零开封一炮示威，无血禅让。这不是脑洞，是工程师的称霸战略模型。当现代理工男穿越成吴越国王钱红军，面对赵匡胤的煌煌大宋历史，绝不按剧本走。以农业、化学、工程、海权、金融重构文明，不是战役胜负，是系统性文明碾压10年工业化，舰队零开封一炮示威，无血禅让。这不是脑洞，是工程师的称霸战略模型。当现代理工男穿越成吴越国王钱红军，面对赵匡胤的煌煌大宋历史，绝不按剧本走。以农业、化学、工程、海权、金融重构文明，不是战役胜负，是系统性文明碾压10年工业化，舰队零开封一炮示威，无血禅让。这不是脑洞，是工程师的称霸战略模型。当现代理工男穿越成吴越国王钱红军，面对赵匡胤的煌煌大宋历史，绝不按剧本走。以农业、化学、工程、海权、金融重构文明，不是战役胜负，是系统性文明碾压10年工业化，舰队零开封一炮示威，无血禅让。这不是脑洞，是工程师的称霸战略模型。当现代理工男穿越成吴越国王钱红军，面对赵匡胤的煌煌大宋历史，绝不按剧本走。以农业、化学、工程、海权、金融重构文明，不是战役胜负，是系统性文明碾压10年工业化。这到底在干嘛啦？哎呦，靠背嘞！好，没问题。显然是画面又出错啦，是不是这么的开心？哎呀，今日真是所有可以坏的东西都给我坏光光了啊！各位，实在是抱歉到了一个极点，没有想到我的这个金钥坏掉了，我以后再也不要长时间开金钥待命。没有想到我金钥坏了之后，我 YouTube 修了一整套，换了5个金钥，还是不行。
再来换我 OBS 宕机，OBS 宕机完呢，最后又发生我好不容易接起来了，然后那个影片呢播放完之后，发现抓不到我的 Pocket 3，然后又这样子搞了半天之后，现在才终于弄完，真是不是已经尽了人力呀、我先念完我们的开场诗，然后今天的直播再跟各位好好的聊一聊。谢谢各位千辛万苦陪着我一起搞到现在，真心不骗，实在不好意思。像我这种没心没肝没肺的人，也觉得不好意思，就表示真的很不好意思。我们先讲工科开局改天命，化学旗手正黄尘，黑火一响千军溃，海剑横江万里平。宋廷未决弓应断，运河已成断气神。笑看黄袍加身者，不敌理工一学生。我唯一想到可能跟今天直播这么不顺的原因，是因为乔巴之前把我2个乖乖的袋子都舔过，没有打开来，让他在那边舔，感觉不好。刘冠超问说，一个早上用掉1个月的额度吗？对啊，因为我做了10几支。好，这个谢谢各位不离不弃的网友。我们先来跟各位讲，今天这一集我真的准备了很久。我个人就是对任何我看到觉得有趣而且好玩的历史片呢，我都想要研究一下有没有可能这个历史可以改变。我们今天这一集讲的不是普通历史，我们今天讲的是理工男复仇记。你先不要说这是穿越爽文，我跟你讲，光是开直播这么不顺，你就知道不爽，没有很爽。但我个人觉得很值得好好思考一下，到底是应该要怎么样子往下继续跟各位说。因为这一集的内容呢，我们先讲这一套，如果以我们现在的知识搬回5代十国，是真的会改写中国历史。你想想看，赵匡胤靠什么起家？靠禁军，靠兵权，靠黄袍加身、陈桥兵变。那如果今天对手不是文臣武将，是一个会做炸药、懂海军，还会搞化学肥料的工程师国王呢？就是我们以前常常讲的啊，什么希腊有哲学家皇帝，今天就来一个工程师国王，你看看觉得怎么样？宋朝那一套强干弱支会直接被打成结构性漏洞。我们先来看看今天整集直播的战略核心，一句话跟你做总结：想我堂堂吴越国，陆路的战斗力不行，我不跟你打陆战，我直接断你物流。记得我们今天要讲，以一个兵力尚弱的南方富庶国家，要怎么打赢5代十国的乱世，要靠供应链战争。宋朝首都的开封几十万禁军，100万人口，粮食从哪来？江南来，走哪里？汴河、大运河。所以要怎么打赢这场仗？你的兵力输人没关系，你的城墙比人家厚，但是你固守不出也没关系，只要你有一支能够封锁长江口的海军，开封3个月自己就发生饥荒，就饿爆了。所以这不是武侠，这叫系统工程。我们先进一个部分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会有一个像这样子的狂想。也就是钱弘处呢，如果忽然之间被一个具备现代理工科知识背景的主体接管，那于是我们设法提供了一套详尽而且完整的生存与争霸战略。因为吴越国地狭人稠，富而不强，北方赵宋政权又日益强大，在地缘政治上不停的施压，所以
我们要放弃传统的儒家道德政治观，我们要转而采用不对称技术战争，还有地缘经济绞杀来相结合，总体战争才能够打赢这一场机会。关键的论点是在利用现代的理工科知识，对于西元10世纪的关键技术节点，特别是针对黑火药化学工程、农作物遗传选育、海洋工程学及工业化学进行跨时代的升级。我们把黑火药从燃烧剂转化为高爆推进剂，会把土筑海棠升级为水硬系混凝土防线。那而且我们要利用农业革命释放的人口红利构建近代化海军。吴越国将有能力在战略上切断宋朝的漕运命脉，从而瓦解其强干弱枝的中央集权体系，最后实现吴越国从割据政权向中原共主的历史性跨越。于是我们要讨论什么？第一个，吴越国是具有2浙13州，是当时中国经济最为富庶之处。然而，它的战略纵深极浅，北有强大的宋朝，西有南唐，传统陆权争霸之中绝对是处于弱势的。所以我们要讲的是，你如果拥有理工科的知识和思维应该意识到吴越国拥有一个是宋代绝对无法比拟的优势，它有面向海洋的技术跟贸易窗口。所以今天宋朝如果用强干弱枝来走，那它会有几个战略上的大空缺。第一个，宋朝将精锐的禁军都集合在开封，地方紧楼老弱之湘军，也就是只要吴越国突破了宋朝边境的防御外壳，它广大的腹地无兵可守。宋军更因为担心这些藩镇又要叛变，所以他实行的是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轮调制度。那个主帅会一直调来调去，虽然这个制度防止了兵变，但问题是也导致将领不是士兵，士兵不信任将领，军队的组织协同能力极低。所以如果吴越国能够建立现代化的作战能力，譬如说火器排这个火枪班，宋军就很容易溃散，而且再加上他们的漕运体系是极度依赖河流运河来支撑他们的后勤的，所以开封的首都呢，完全依赖江南透过汴河转运，这个单一供应链极为脆弱。你不知道吴越国本来就有在跟日本贸易咯，是宋代太不懂，那个赵匡胤不懂海运，但是吴越国有。所以我们先跟你分析完第1章之后，我们要讲宋代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研究出来，你看我花很多时间推演这个东西，我真是穷极无聊。那他们的这个时间呢，是在于你今天不可能单纯靠武力击败宋代，我们要靠围困，要靠饥荒，要靠供应链饿死，不要说饿死，饿倒宋朝。你知道，讲的更直接一点，穿越故事很多不合理的是，所有人穿越之后什么都有，钱不担心，资源不担心，科技不担心。不对啊，你穿越到西元10世纪去，有很多东西做不了。所以我们今天很认真的花了10几20个小时要讲的就是你赤手空拳跑到那边去，你没有你不像那个什么勇者行有没有？最近那本书我拿去给我儿子惩罚勇者行里面还有可以召唤战舰的女神呢，没有。我们如果穿越到那个时代，会先被一件事情卡死，粮食。所以后勤是最重要，后勤最重要，因为很多穿越文就是一穿越我就造枪造炮造航母，但身为一个理工人，我们第一步不是造武器，我们要先算每个士兵一天吃几公斤的碳水，
几万人一年要多少粮？哪里来？你没有粮食盈余，有军工业就是空谈呐、先种田呐、先种田呐、那所以我们其实这一章只要讲一句话，来，乙一说刚斗的目标不见了，因为我重新开了一个新直播，所以没关系。刚我有看到3个，今天又3个，现在已经6个人了。我今天要讲的是，我们先讲你穿越到吴越国，你要怎么有办法站定脚步？站定脚步是什么？先把稻米产量翻倍，再来打天下。所以马上就要进入第一个现代梗了。宋朝的农业是什么等级？叫做单季稻加天命管理系统。单季稻就是一年只能种1季，天命管理系统就是下雨丰收，不下雨完蛋。你有看到冯道讲吗？我今年3月如果不开始播种的话，我一整年大概粮食就完蛋了。而且夏季就要疏运，就要挖运河，就要避免洪峰，然后秋季呢准备采收了。所以宋代的粮食啊非常堵，就是堵什么？堵该下雨的时候下雨，不下雨的时候不要下雨，没有任何的风险对冲，没有品种改良，没有化肥，完全都看老天爷的 KPI。所以老天爷是最大的股东啊，他来不来劲儿，他支不支持你都没有办法，都没有办法支撑。但如果身为一个理工男，穿越就不一样啦。他第一件事情不是祭天，不是到泰山去封禅，要去找种子啊。第一个什么种子呢？战成稻，这个东西是在宋朝是国家级救命作物哎。历史上什么时候战成稻才开始规模的推？是西元1012年。西元1012年。我们现在时间点的14世纪呀，还差50到100年呐、我们要想办法科技偷跑50年。请注意哦，农业科技也是军事科技啊，因为粮食等于人口等于士兵等于工匠等于海军。好啦，接下来要跟你解释清楚这边有什么超越的地方。第一个，传统秆稻这个应该是水稻，生长期是180天，战成稻只要100天。那身为一个理工男，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就想一件事情，那我一年不就可以种2次稻了吗？这叫什么？产能翻倍思维。文官思维就是要祭天，要求这个上天垂怜，风调雨顺。理工科都会怎么想？我们要流程优化，我们要流程优化。优化是要怎么样？真正的狠招在后面。系统选育法啦，我不但流程优化，我要把品种再优化，因为很显然在21世纪的时候，品种优化并没有那么难啊，只是当年不知道而已。所以我们可以用一小片田专门拿来培育，长最快留下来配种，一代一代筛，一代一代筛，最后筛出来的是战成稻2.0、3.0、4.0，这个就是古代版的 AI 训练模型，只是拿来训练稻种而已啊。所以今天我们输入是稻种，要输出的是早熟高产的版本。你只要跑个几代，你有耐心在这个田里面慢慢一直滚，一直滚，几代之后成熟期压到60到80天，一年可以3收啊。阿卡塞斯说要温暖的地方才能3收水稻，江南温暖啊。吴越国所在的那个地方算是亚热带了，温暖还没完。你就算把它成长天数缩到80天，我们不管，冬天不种，让地力自行培育。那肥料怎么办？古代肥料是什么？叶肥啦，就是人粪、人尿、猪粪、猪尿。那你我，如果你是理工科背景的，理工科，我这样讲，我有说是基改吗？不是，基改广义来讲，培育或者是子代一路挑选，这个东西也算是基改。你没有加速，你没有 CRISPR 去剪那个 DNA， 都不是很特别的做法。以前老天爷这个跟农民配合就在用。那我们看到叶肥呢，你该想的是里面氮磷钾比例是多少？氮磷钾比例是多少？所以你如果想到氮磷钾的比例，你就要想啊，那骨头啊，
这些禽兽的骨头可以干嘛？磷肥你可以做磷肥啊，但是骨头难溶，你即使磨成骨粉植物也吸收不了，怎么办？当时的技术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有，你用醋酸去泡骨头，江南一带自古就有做醋的一个前提啊，所以你各位会不会觉得，这样讲起来，我家厨房也能做化肥？没错，这个就是化学降维打击。当年的古人不知道骨头磨成骨粉之后，泡在乙酸里面，就泡在醋酸里面，就可以做一个好的化学肥料。那这就是化学降维打击。再补一个现代梗，你以为醋只是拿来沾水饺吗？不是，瓜子说捐到绿界去，我等下会念。在理工男手里面醋是农业生产力倍增器石灰处理粪尿可以杀菌，而且石灰基本上在当时的科技里面就有。草木灰封存就变成钾肥，直接可以做出钾肥，那这就变成农业工业化的起点。要500人群穿，应该这样讲，他穿越之后，他要找到能够执行他的想法的人，不然一个人做死做不完，又要跑去农田里面，又要跑去厕所挖粪，又要搞这个钾肥、磷肥、氮肥。好，我们要讲，你最早可以做出早期的复合肥之后，农业就开始工业化。所以我们这边要讨论的核心其实不算是农业，我们讲的是人口红利工程。只要粮食能够翻倍，人口暴增，脱产人口增加，脱产就是不用种田的人这些人可以去哪里？去加入工业革命的行列。如果我们没有引进蒸汽机的时候，这个时候工业革命就可以开始了。那为什么要好好的考虑？那这些人去哪里了？火药局、造船厂、兵工厂，这才是因为生物学跟着革命进入了工业化的系统。因为你在10世纪用现代生物学就可以了解这件事情。那磷肥要怎么做？就是用醋酸去泡动物骨骼的粉骨粉。磷酸钙难溶于水，植物难以吸收，但是酸处理可以活化磷元素你可以收集屠宰场跟渔业废弃的骨骼，然后建立了大型的酿醋工法，利用固态发酵法生产高浓度的乙酸，不是要拿来沾饺子，而是要拿来把粉碎之后的骨本浸泡于醋酸中1个月左右就不错了。那所以它生成的溶液跟残渣呢，就是速效磷肥了。再来，你用石灰处理人的粪尿，不仅可以杀灭寄生虫卵，还能促进有机质分解，配合草木灰，就是你烧过的草木灰撒进去，可以制成早期的复合有机肥。那氮、磷、钾3元素现在就到齐了嘛？所以我们农业讲到这里，你觉得只是粮食问题吗？没有，我们看到另外一件更恐怖的事情，人口爆炸。那人口爆炸为什么？因为粮食翻倍就会发生人口上升、寿命上升、婴儿存活率上升，社会开始出现一个熟悉的现象房价会出问题。那房价出问题，你不要笑谢谢景浩兄这个持续的抖内。那房价里面呢会怎么样？因为吴越本来就地狭人稠，粮食一翻倍，人口直接暴冲，结果会导致我们必须要城市扩张、港口扩建、劳动力过剩、地价飙升，所以江南的预售屋会先涨。那身为一个工程师我们怎么看房价问题？不需要打房我们把人送去当兵人口有红利，那就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有办法再让他们从军那怎么从军呢？就是好好的干，然后
你可以从这一个体系里面直接找到不一样的可能性。不一样的可能性是什么？不一样的可能性就是，哎，你现在人口过多了，你在当地没有田可以种了，来做阿兵哥啦，你做兵就有额外的可能性，开不开心？所以如果人口多了，海军就有红利。吴越国的海军很强，多出来男性怎么样？划桨、操炮、造船，当海军陆战队。所以房价上涨，在这一套战略里面反而是好事，代表我们把资本主义的好处带回去了。因为劳动力过剩，可以抽去军工体系。宋代呢，在北边，如果看到人口暴增，会怎么做？他会开仓赈灾调粮。理工科的工程师背景的人怎么做？他会开工厂。所以整个这一段我们要讲的一句话，农业革命不是为了吃，是要先有足够多的人口可以打仗，粮食只是中间产物，最终产物叫做工业人口，最终产业叫做工业人口。那接下来要讲什么？硝烟未起，田先熟；谷粉催苗，谷满仓。忽有化学开天眼，黑火一响，鬼神慌。硫磺风度连营海，硝石重金裂铁墙。笑问黄袍谁可敌？化工系统已登场。接下来解决了农业问题，有了人口，有了工匠，有了受训练的高科技人才之后，接下来要怎么做？黑火药，哎，等等，你讲到这边可能是觉得我这个功课没做好，对不对？宋代不是也有火药吗？对，宋代有火药，但是宋代的火药是类烟火，是现在上海在台湾南部每天炸到快翻天的那个东西的等级。我们要做的不是火药，是炸药。本质上，化学系正式降临五代十国啦。哎，这个习主席就是化学系背景啊。那他如果穿越到五代十国，可以先开始做炸药。哎，我跟你讲，网友问说，坏掉的纪元说分支出现要先弄水泥，还是先弄黑火药？先弄黑火药，先弄黑火药之后，你同时可以做水泥，因为这都是当代的技术都做得到。所以我们进入今天整次直播科技含量最高、文明代差对最大也最不讲武德的一段了——火药化学革命。我们刚刚还是要强调，宋代有火药了，有啦，只是那个东西像过年放冲天炮，会响、会喷火，炸不死人，那就是烟火科技。那我们看到宋朝的火药配方只会皱眉头啊，为什么？因为它不够精炼，它的含硝量低，杂质多，吸水分层。简单来讲，就是它少了1000年的练习，所以它配方乱写，没有化学计量概念。第一个理工概念来了，硝石纯化。黑火药威力取决于什么？氧化剂的纯度，所以硝石越纯，反应越快。那宋朝怎么做？挖土、晒干、磨粉。我们怎么做？我们要重结晶啊。那你知道，就是粪坑附近通常会有硝石，但挖出来晒干磨粉，那个密度不高，那所以我们要把粗硝丢进热水，溶解、过滤、冷却。硝酸钾的结晶析出，氯化钠留在水里面，纯度直接拉到99%，这个叫工业纯度，也就是那个硝酸钾结晶呢，已经变成硝石的高纯度状况。所以你有没有看过 GPU 的晶圆制程啊？台积电怎么赢的？不是因为矽比较多，是因为纯度的关系，是因为它良率啊，良率99.9%。我们今天如果能够把硝石的硝酸里面的纯度拉到99%，杂质只要少一点，效能差10倍。宋朝的火药呢，也是一样，它等于是14奈米，良率又差。吴越的火药，我们可以把它提升到3奈米极紫外光制成底下的
概念，所以我们可以在吴越国在10世纪的时候就复制出一个化学界的台积电。Just 说的没错，5代时候的黑火药只能用于燃烧，因为西元904年杨行密部将郑潘围攻豫章的时候，发机飞火烧龙沙门，这是用火药作于军事工程的最早可靠记录，但是那等于是火攻，那不是爆破，那好，那我们再来还要把什么配方优化，因为历史上火药的比例是乱配的，那个没有经过最佳优化，就他们做出来可以喷烟可以冒火赞，我们直接上当年化学课背的东西，第一个75%的硝石加10%的硫磺，15%的木炭，黄金比例，我们再说一遍，75%的硝石，10%的硫磺，15%的木炭，黄金比例，能量密度直接3倍起跳。但是真正跨时代的不是配方，是制成颗粒化，因为颗粒化之后的那个火药即使它都是黑火药，但它氧化面积会变得非常大。你用粉末的火药运输起来就摇就分层了，而且燃烧还会缺氧，只能慢慢烧。但是颗粒状的火药不一样，我小时候因为这样差点把房子都烧掉。颗粒状的火药就一粒一粒那种火药，粒子之间有空隙可以穿透，火焰可以瞬间穿透整包，同时爆燃，压力指数级上升。我们这边再用第二个 GPU 的类比来跟各位说一说等一下，引进微积分、果子间必修相对论、原子弹提早1000年出现等等，这个太不合科学了。科学终将获胜，但是你不能幻想，因为中国的铀矿其实当年没有能力提炼，所以你说要原子弹我们还要做那个精密的引爆的那个多边球体做备稿。但是我们讲的以前宋代的粉末火药等于手工焊电路板，到了颗粒火药就变成7奈米的 FinFET 骑士场效电晶体的封装，能量释放效率完全不同。那个我有说粉尘面粉也会引风爆炸，但是那是在一个密闭空间，颗粒极小，同时点燃。在那个年代呢，火药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小的颗粒在密闭空间里面点燃。所以先想象一下，杭州城外现在不是阡陌纵横，不是稻田，而是硝田发酵厂、骨粉酸化厂、硫磺精炼窑、火焰压饼作坊、铁壳铸造局，整片沿海工业带烟囱冒烟，水车轰鸣。就刚阿卡塞斯讲的先用水车，这样我们就有一个持续供给的能量来源了嘛。这是什么？5代10国版新竹科学园区也就是叫吴越科学园区。宋朝如果他派间谍来看怎么样？我告诉你，不怕你来看，你看了也看不懂。他写回去一句话叫做彼国民也皆炼丹，因为他根本看不懂。虽然觉得吴越国的整个所有的国民都在炼丹，练，手搓金元呢。来，我们先看一件事情。宋军第一次见到爆炸是什么事情？我们先讲水军的部分，但先给各位看，我今天早上花了那么多功夫所做的事情呢，并不是白做，而是很认真的做了。如果你把这种等级的黑火药引进到西元900年的时候，也就是或者是10世纪你会让铁骑大辽跟宋军骑兵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咱就给你看一下，你就知道了，好不好？当科技降维打击，战争规则被彻底改写。当科技降维打击，战争规则被彻底改写。
当科技降维打击，战争规则被彻底改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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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讲这个说书难免太过投入。好，先来讲，虽然我们画面给的是炸药在陆战时间的发挥，但是我们要讲火药怎么在当科技降维打击，战争规则被彻底改写。我没有在骂金上等等，我没有在骂赖校长。宋军水师此时列阵江面，看到吴越战船靠近。心想什么？心想小小吴越国不足为惧啊！突然之间，对方的甲板投石器发射，一颗陶罐飞来，宋军还在笑，又是火油罐，什么了不起？结果下一步呢，空中爆裂，砰！白光巨响，铁钉破片，火焰同时炸开，整艘船的甲板被扫平，他的心理防线归零。宋军士兵的第一反应不是反击啊，是跪下，因为他们理解成什么？天雷。第二轮在齐射，爆炸连锁，江面起火，船体破裂，指挥系统直接蒸发，这不是战术胜利啊！是认知维度碾压，冷兵器军队第一次运到工业革命之后的爆炸武器，士气崩溃速度比传承的还要快。最后我们要补讲一件事情：硫磺哪里来？硫磺哪里来？比你想象要简单多了。硫磺怎么来？硫磺今天可以从有趣的地方来啊！第一个，你可能不知道，吴越时代就跟日本有联盟了，他们有贸易交流。日本有火山带，地表的硫磺随便挖，用你的丝绸跟瓷器换。主要在这个中原地带的硫磺产区哦，其实在四川，那是在宋朝控制之下，所以解决方法在于扶桑之果。日本列岛处于火山带，地表硫磺资源极其丰富。吴越与日本已经有密切的官方跟民间贸易往来，所以利用吴越的丝绸瓷器，那个时候叫秘色瓷，交换日本的硫磺，这是宋代无法切断的海上生命线了。因为吴越国擅长航海，宋朝的航海能力很差，好不好？那所以简单一句话，当宋朝还在研究火箭，就是那个冲天炮等级的火箭的时候，吴越已经进入了化学工业时代。所以我们要讲的是10世纪的黑火药只是燃烧剂，没有爆炸威力。利用现代的化学工程原理啊，我们可以把硝酸钾重结晶提纯。我们把粗硝溶解于沸水中至饱和，就是再也溶不下的时候，趁热过滤去除不溶性杂质，就拿一个捞网啊，趁热把它捞走，把氯液冷却，使得纯硝酸钾结晶析出，最后过滤收集晶体，并重结晶至高纯度。标准的黑火药配方，不信你去问习大大。国家主席习近平绝对知道硝酸钾的重结晶方式，然后重结晶之后密度变高，它就要做新的黑火药了。75%的硝酸钾，10%的硫磺，15%的木炭。那透过司马混合、压饼、破碎、筛分、石墨上光，火药会从逐层燃烧变成整体的爆燃。所以
我们刚刚讲的是火药升级，其实我们不是讲改良武器，我们是建立一个新的化学体系。什么叫体系？不是一间火药局，不是一间火药作坊，是整套产业链。上游有硝田、硫磺矿、木炭林场，中游要提纯、重结晶、压饼、颗粒化，下游才做成炮弹、火箭、爆破、工程炸药。也就是我们做出来的是一个全产业链打击，所以要更硬的一个化学梗是什么？宋朝火药其实最大问题不是配方，是西施，不是那个西施啦，不是那个陶朱公的殷墨西施，不是他老婆西施，在南方潮湿环境下，火药直接受潮就会失效了。那一个工程师理工男要怎么解？第一个，重结晶去除滤眼；第二，石墨上光仿潮，就像古代的防水涂层一样。我们再来用 GPU 来做类比，是颗粒化为什么重要？因为燃烧速率取决于表面基于氧气接触率，粉末压实之后缺氧，变成火药饼缺氧。颗粒结构有空隙，火焰封面可以瞬间贯穿，就像晶片散热的设计一样。你封装不好，再强的核心都跑不动。火药也是，能量在，但是释放不出来，所以颗粒化本质叫做能量释放工程学。那 GDP 说，我靠，理工男讲历史，我们不在讲历史哦，我们是在讲你高中、大学学的化学，如果搬到五代十国去，能不能够统一天下？有。那我们再补一个化学系的梗，那为什么要用尿液混合？不是搞笑是在施法混合里面，尿液含有硝酸盐跟氨，在施法混合里面是天然粘着剂，它会把那个火药粘在一起。古代的化工园区没有去离子水，你就用人体的化学资源来替代，人体也是原料。火药纯度提升之后，战术会出现什么变化？战术出现的变化很简单，战术出现的变化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不是只做炸弹，是要做火炮。因为它的火药，黑火药，我们以前你知道，真正的大炮会有所谓的炮药，它就是负责推动这个弹头的。因为火药的爆炸压力呢，足以推动金属弹丸，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呢，你可以看到的就是金属弹丸呼啾就在压力舱金属的炮管里面受压往外面喷，所以什么概念？火药从重火兵器变成一个动能武器。宋军看到的画面会是城墙外烟雾，下一秒石墙就啪炸开来了。他们根本不了解什么原理，只会理解成山崩。最后补一个供应链的化学战，硫磺、硝石、木炭三样缺一不可。理工男的战略不是囤货，是要垄断。你要控制日本的硫磺，控制硝田的技术，控制颗粒的制成。宋朝就算拿到配方，他派死剑来拿，也做不出同样的品质啊。就像你知道 GPU 的架构，但没有 EUV 极紫外光光刻机，知道也没用。所以我们这边化学革命讲的是4个字，叫做制程霸权。也就是当吴越掌握了火药制程标准的时候，宋朝在军事科技上已经被锁死一个世代的差距了。所以我们刚刚讲这影片其实讲得很清楚，看到爆炸会吓到，但不对，真正的战场效果远远不止吓到，是整套感官系统毁灭性的打击。第一个，声学冲击，黑火药颗粒化之后，爆燃速度暴增，会产生 shock wave 冲击波。你不要小看声音啊，冷兵器战场最大声是什么？鼓声，咚咚咚咚咚咚咚，天雷地火，撑死了110分贝，爆炸是160分贝起跳，所以耳膜就强制下线。你别忘了，我们丢那个闪光爆震弹的时候，就是用强光跟巨响让你失去动弹的能力。那所以宋军第一次遇到的不是爆炸画面，
是先听到空气被撕裂的声音，那种声音不是人类的熟悉频率，大脑杏仁核会直接接管，叫你开始慌张流汗了，会让你跑，大脑会觉得这是天灾。再来，气压打击，因为冲击波不是声音而已，它是空气强，呼吹过来，会把人掀翻、震晕，甚至内出血。想象一个画面，宋军队排列阵，爆炸发生，前排没被炸到的人被气浪整排掀倒，阵型瞬间瓦解。更别提它的破片杀伤哦，颗粒火药会推动铁壳破裂，产生高速的金属碎片。那冷兵器在战场受伤比较多，什么刀伤、剑伤啊，可见可依。这个刮骨疗伤或者是割剑疗毒都可以，但是爆炸的破片是什么？是细小嵌入，无法拔除，感染率会暴增，而且爆炸之后还会燃烧，浓烟弥漫，视线归零。那更重要的是，你所骑的马，动物心里会崩溃，你战场瞬间会变成副本迷雾。因为宋军大量依赖马匹，马匹是对于声音极度敏感的动物，它对于爆炸声加火光加冲击波，结果会导致什么？就是全面失控，全部都吓到皮皮唰。那在皮皮唰的状况之下呢？你觉得骑兵准备要冲锋，第一颗爆弹落地，马匹集体惊跳，有人被甩下，有人被踩死，还没接战就自毁阵型，骑兵系统宕机，而且心理认知界就崩溃了，这才是最致命的一个状况。那为什么？因为冷兵器军队的勇气建立在什么？看到敌人挡住武器有对抗感，爆炸武器全部都打破了这些事情。为什么？因为对爆炸武器来讲，看不到来源，挡不住冲击，一炸一片死，大脑会得出一个结论，叫做此战不可胜。这种崩溃会出现3个现象：士兵拒绝列阵，将领失去指挥权，未战先逃。这不是伤亡问题，是士气函数断崖式归零。最后补一个现代战场的类比啊，火药爆炸对冷兵器军队的冲击哦，就等于机枪第一次出现在一战的壕沟里面，不是武器升级，而是战争规则改变。当战争规则改变的时候，爆炸武器的价值不在杀敌数量，而是在它同时摧毁了声觉、平衡感、视觉、坐骑跟勇气。5重崩溃叠加，宋军就算人数10倍，也会在第一轮爆炸后失去作战意志。接下来我们要讲，我们要讨论更直接的逻辑呀。逻辑是什么？逻辑就是你今天要说什么，接下来要进入土木工程决战。土木工程决战是什么？我们先来讲这一段的定场诗，叫做“火药开天震九州，硝烟过处鬼神愁。若问谁能挡洪流，土木登场震海楼。石灰一盒成尘谷，砖粉千烧化铁墙。笑看宋军投石字，只闻回响不闻伤。”前面我们讲啊，化学系将领呢，第4章要土木系要接管战场啊，工程师要开始盖东西啊。你觉得理工男穿越啊，只会进攻？错，真正的工程思维是什么？先确保自己打不死，先确保人家万一有骑兵来攻，你守得住。宋朝最强的工程武器是什么？投石机。
丢巨石砸城墙，对付什么最有效？夯土城墙，一砸动能武器把它打烂了。但问题来哦，如果吴越升级材料科技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混凝土。一旦城墙变成混凝土，冷兵器工程直接就失业了。我们先讲原理。罗马人很早就会做一种东西，叫一体石头，也就是罗马混凝土。石灰加火山灰加水，会发生什么？水硬反应，越泡水越硬。传统的夯土城墙怕什么？怕雨啊，水一泡土就松了。混凝土呢，水越多越硬，下雨反而加固。但很简单嘛，有人会说，哎，不对啊，罗马帝国那个时候有意大利啊，他们有火山灰嘛，有庞贝，对不对？但是吴越没有火山灰怎么办呢？等等，不是资源不足，而是有替代材料。替代材料是什么？替代材料是红砖粉、陶器碎片、高温烧制过的粘土，本质上，就是人工火山灰。所以聊天室可以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原来是建筑废料的，或是你的家用品的废料，你可以直接升级军事材料。你看这多开心！更重要的是，钱塘江畔吴越最有名的工程是什么？海棠，防潮水。理工男可以直接把海棠工程升级成混凝土量产基地。表面理由是治水，实际上用途是要训练工程兵，测试配方，累积产能，建立模块系统。基建就是军备。那更重要的是，防御革命核心叫做冷保体系，冷保就是武陵锅啊，记不记得北海道有一个武陵锅？但如果你能够做成冷保，传统城墙是直的，投石机砸上去，正面吃满伤害。冷保怎么设计？斜面多角交叉火力，实弹砸上去会怎么样？划开偏转，动能被分散，物理反弹伤害很严重的。而且冷保最可怕的不是防御，是射角控制。城墙的每一个角度，你看你做5星型、6星型，它每一个角度都能互射支援，没有死角。宋军一靠近，3面火力交叉。好了，现在进入材料升级的第2条线，钢铁冶金了。宋朝有灌钢法没错，但是品质不稳，就像手撕晶片，就是用手工锻造晶片。我们怎么升级？用水力鼓风机啊，噗呲噗呲噗呲，用水车推动风箱，炉温拉到1500度C，生铁完全异化，而且碳会被搞出去。你等于把高炉工业化。再来配比控制，高碳钢加低碳钢搅拌脱碳之后，会变成大量量产的中碳钢。也就是刀剑变得更硬，板甲变得更强，然后更耐火炮。宋军呢，砍不动，射不穿。我们讲清楚，前面讲爆炸输出文明，接下来要讲防御工程文明。一边能炸城，一边城炸不动，这叫什么？攻防科技双代差。也就是罗马混凝土的概念叫做火山灰反应，是火山就氧化钙加水加细铝酸盐材料火山灰。那火山灰是可以用粉碎的红砖粉或陶瓷的制片碎片，对不起。那同样的钢铁冶金也可以来了。接下来我们要先做一个范例，给你看一下真正的混凝土战争呢，到底是怎么？也不枉我今天一个早上做的要死要活。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影片，看看如果你做得出混凝土的城墙，会有多刺激。
哎呀，等一下，我这个图不慎做到太大了。怎么搞成这样？真是的。所以你看呢、这是基本上就是人家的这个投石器打上来，打不破，然后你的石头砸掉了，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来，所以搞到最后啊，工程兵器负重太高，结果就坏了。那这是在干什么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讲的其实很简单呐、来描述一下这个影片，我来描述一下背景。宋军南征了，觉得钱弘处这个家伙太没有礼貌了，怎么敢不向我们俯首称臣？瞄准了吴越北境的混凝土灵堡。宋军主帅登高观阵，看到什么？一座外观普通、形状比较怪的城，夯土色灰白墙。所以他心想：江南小国，城防不过如此。于是他下令投石机就位。冷兵器最强的工程兵器要登场啦！巨木投币拉满，配重落下，第一颗巨石咻破空而出，呼啸砸向城墙。宋军全军的预期画面是什么？土城剥裂，然后尘土飞扬，结果嘣的一声，一声闷响，石头碎，墙没事，他们的 CPU 全部都宕机啊！宋军将领愣住，以为不对，是我角度不对。第二轮齐射3颗同时命中，声音更大，烟尘散去，城墙表面只有白痕，就像指甲刮水泥一样。这一刻的心理冲击才真正开始。为什么？因为投石机是冷兵器时代的破城信仰，它如果无效，等于战争逻辑被否定了，你的信仰就崩塌了。宋军开始加码上了重型投石机，更大配重，更近距离，巨石命中人堡的斜面，结果不是破裂，而是划开，动能被导走，滚落城下。因为城上守军甚至在笑，因为他们知道一件事情，这不是土墙，这是一体石头啊。宋军第4轮齐射，城墙依然完整，反而投石机的臂架因为过窄而断裂。工程兵器先坏了，所以心理崩溃要进入第2阶段了。士兵开始低声议论：此城有妖法，十级不坏，非人力可破啊！将领不得不下达最危险的命令：步兵推进。但是那个人堡的设计呢，已经计算好射角了。宋军一进射程，3面火力交叉，箭与火器落石同步覆盖。士兵抬头看到的不是城墙，是几何斜面跟密集射孔，完全没有接近的死角，根本不能靠近，靠近就死，靠近就死。那攻击怎么办？什么叫用超大型巨人就破解了？你一定要把晋级的巨人带过来吗？等等等等。那这变成一个战术的绝望区，所以宋军的士气函数又开始断崖般的落下。投石机无效，登城无门，火药炸城，反被反制，最后出现经典的冷兵器时代崩溃的场景。夜间逃兵增加，攻城意愿归零，将领强力无人前进。这场战役的关键变成不在伤亡，而在认知。宋军第一次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不是更坚固的城墙，是另外一个更先进的工程文明。所以，当投石机砸不动城墙的时候，冷兵器的工程时代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这边还是要补充一下，因为很多人会想，你这边就自己一厢情愿，没有，我们还要多想一件事。
城墙的强度只取决于配方吗？不对，真正决定防御上限的是什么？是你能不能持续量产。战争是物流学，是后勤学。宋军的工程物流，投石机怎么来？锯木砍伐、马车运输、现地组装、实弹就地采集去搬石头，整套系统依赖的是什么？陆路。问题来了，吴越是什么地形？水网密布，河道纵横。宋军的大型工程器械要南运，成本极高。一台重型投石机要上百个工匠，数十车木料，数周组装。那我们理工男怎么玩供应链呢？海运嘛，我们要怎么做？把海运运来就好了。这是古代版的全球物流体系啊。石灰从哪里来？沿海贝壳烧制。砖粉从哪里来？拆旧城收废砖嘛。木炭哪里来？我可以盖林场啊，山区的林场标准化烧制，全部透过船运，成本只有陆运的1/3，而且还比较快。宋朝的物流像什么？卡车运输。吴越的物流像什么？货柜海运。一个跑省道啊，一个跑跨洋航线。施工端呢？宋朝逐层是什么模式？现地征工，临时施工，没有标准化。那理工男怎么做？模组化呀，模组化为什么做不到？当然做得到，而且这时候就把英勇的我做的另外一个有趣的短片给大家看。各位工友们，我们即将开始一项重要的工作。安全第一，大家必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确保工程顺利完成。现在，全体准备行动！各位工友们，我们即将开始一项重要的工作。安全第一，大家必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确保工程顺利完成。现在，全体准备行动！我们要讲的是，各位工友们，我们即将开始一项重要的工作。安全第一，大家必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其实重点在工程师要怎么做。什么叫太一厢情愿了？教育上不去，这些工程技术根本没人能准确执行。你太天真了吧？所以贵单位，你以为工地工人每个人都是硕士毕业是吧？你要不要去工地看看？你要去跟我们那些嚼槟榔的人看看，他只要学得起来，不需要教育等级的。你是不是妈什么地方都用大学看世界啊？是不是什么地方都是大学生在工地工作，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那所以，这是不是白宇呢？我不知道，但我给他弄了一个这个安全帽，看起来蛮像样的。那所以呢，你看的卡西欧46说，做工的根本不需要高教育啊！你看刘冠超也讲，你把资源浪费在一个包工头上面干嘛？不然你去问阿卡塞斯，阿卡塞斯就是做工程的啊。你问他每一个工头是不是都要大学毕业？根本没有，你只要服从老师傅的规矩就好。上面怎么教你就怎么记怎么学，照着做好不好？所以有没有学历跟你工程做的好不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你不要说什么每个人都要高学历，不一定。做得好有高学历有加分，做不好没有加分。哇，我现在在玩 AI，看到一群老人在讨论 AI，有时候觉得，人家都已经上太空，我们还在杀猪工。
来啦，我们要讲施工端了，好，大家不要为了这个学历做工的学历而争执。我们回到五代十国西元10世纪的时候，没有大学生嘛，就你一个穿越者，那怎么办？好好的训练这些木工师傅、这些泥雪师傅、这些板模工，教会了、出师了，将来给他们高薪水。有了高薪水，自然就不哀怨了，好不好？所以宋朝逐城是什么模式？现地真工、临时施工，没有标准化。我们要把现代的东西拿过去，就要模组化嘛。预制石灰块、标准模板、配比手册、工程 SOP， 这叫古代的预铸工法。你把几个工头教会了，照这个标准做，甚至可以出现什么移动式搅拌厂、沿江施工、边运边盖。宋军看到的是城墙，我们看到的是施工流水线。再来，混凝土最大的优势不是硬，是原料在地化。你看阿卡塞子有说啊，这些老师傅我十分尊重，他们的经验跟技术实在太强了，他闭着眼睛都可以把那个尺度拉开来，我们还要用什么雷射测距仪啊，什么 Apple 的那个水平仪，他们用摸就知道了。那原料在地化怎么做？竹木要砍，巨石要挖，但是石灰、砖粉、陶片随处可得，也就是城墙就算被破，马上可以快速修复，甚至就加更厚。这是叫防御可再生资源。所以宋军的状况是怎么样？破一点，扩大缺口，登城。但是混凝土的防线怎么样？破一点，我当然补平啊，明天还更厚。宋军连续攻城数周，就算砸破了，每天砸到每天补，也不会怎么样。最后会出现最打击世界的画面，城墙比昨天更高。那你怎么打？打城墙反而等于帮忙升级啊。所以供应链战最终的差距在什么？宋军攻城依赖长距离的木料，大量的牲畜的拉力、体力跟现地补给。吴越的守城呢，就依赖海运建材、战地原料、模组化施工。这个刘冠超说，穿越回去为什么要教那么多知识？为什么不能教姿势就好，好好69就行？因为你穿越回去，你不想办法有一些贡献，你他妈就是一个奴工，好吗？你要教知识，大概只能去那个养猪场干猪而已。你其他要妹要什么楚国夫人，你通通都没有。先要想办法站立起来，好不好？那对啊 ，Mr. 阿卡塞说两边差不到2mm，一眼就看出来了，也不用看色卡。所以吴越守城是海运建材、在地原料、模组化施工，一边是消耗型的物流，一边是再生型的物流。所以当建材可以像军火一样量产时，防御本身就变成一种工业体系。那再来，我们这一章要讲了，要讲海战啊，陆上城坚难可摧，海风一起局全开，千帆列阵朝为马，万炮齐鸣浪作台，舵转江河成战线，风张风力化兵威。自此中原争霸局，不在平原在海卫。也就是我们刚讲土木系把自己变成打不死，接下来呢，造船系要来啦，把战场从陆地拖进海洋。宋朝军事最强在哪？陆军、禁军、步骑混编，但是最弱在哪？远洋海战。因为赵宋是典型的内陆帝国思维。重运河、清海权。但吴越是什么国家？吴越是江南海洋商业区，船港航线是日常，不是军事特例啊，是天天都要做的，不是军事特例。所以接下来要进到传播动力学，不跟你比你强的，只打你不熟的。船以为国代船都差不多，但是没有，船体就是流体力学，没有要风动，所以不担心。但是宋船多为内河运输船，船底平，吃水浅，优点是载货多，缺点是抗辣差。吴越要怎么改？我们要改成深 V 型的船底，然后破浪设计啊，深 V 有什么用？
切浪、抗漂移、高速稳定。那在长江口跟外海交界，这是决定性优势，因为长江口够深，所以你可以在那个海上作战的时候，你的操控性很佳。再补甲板的设计，沙船是宽甲板，可以干嘛？装投石机、装火炮，直接变成移动炮台。那在变成移动炮台之后，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很多。那水密隔舱还可以标准化。你要海战，你水密隔舱就是要标准化。中国早就有水密隔舱，但问题是没有标准。那我们能怎么做？我们就把隔舱模组化，船体分区损管要沉没的机会会大幅降低。所以一艘船被打破一格，只要淹一格还能航行。宋军的船如果被撞破，会整艘沉，就像电脑锐的备援，换一颗硬碟也不会宕机。那帆装空气动力革命呢？宋军用横帆，顺风快，逆风废。我们会引入重帆锁具，也就是逆风也能跑。透过之字形的航线 tracking， 船可以逆风前进。战术意义是什么？机动自由度碾压，你想打就打，不想打就走。宋军只能等风，这在战场上是致命差距。接下来重头戏来了，海军强不强看什么？要看火力。第一个系统叫猛火油喷射，宋朝有火油，但压力不足，喷不远。我们可以升级双作用活塞档，变成古代的火焰喷射器，压力倍增，射程倍增，木船纵火，直接海上火葬场。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舰载开花弹啊，投石机会投掷陶罐，内装颗粒火药加铁钉，会空爆，也就是会变成海上破片弹幕。密集甲板上的水手一次扫空。海战的实境情境剧是什么？宋军水师列阵江口，看到吴越舰队接近，以为是商船改装，准备接舷。距离200步的时候，吴越战船侧舷开口，火焰喷出，宋船的反锁甲板桅杆瞬间起火。第二波投石机齐射，空爆破片落下，甲板清空，水手跳海指挥锻炼。最后画面是什么？江面整排燃烧的船只，宋朝的海军从此覆灭，就像水上烽火长城。这是海战版本的降维打击。所以最重要的是，这一章讨论的文明差距不只是船，是船体流体力学、帆装空气动力、舰载化学火力三者结合，吴越就拿到了一个蓝水海军。蓝水海军的唯一任务就一个：封锁长江口，切断漕运，让开封自己扼垮。讲到这里，一定要给各位看一下我好不容易做的辛辛苦苦的影片，来看一下。看到没有？花一个早上做的动画，你知道，只要你拥有这种海军，有火焰喷射，你就可以获得战术胜利。什么？古代最好有高压那种装置，有啊，做得了啊。那不难呢，对不起，
西元10世纪的能力是做得了的啦。真正让宋朝灭顶的是什么？补给斩首战。我们不打军队，打粮道。宋朝的体制现实是什么？开封不是产粮区啊，但是它养数十万禁军、100万的城市人口，还有皇室的官僚体系。而且刚刚讲有网友质疑说那个活塞档做不了，那个用手工就好了。你一艘船2个嘛，那就100艘船做200个啊，叫工匠做200个套筒，能够气密的套筒加压，是不难嘞，是不难嘞。但铁甲舰那个包覆加工有点问题啊。Eurosmith 看了觉得很嗨，对不对？不好意思，铁甲舰那个包覆你要打得适合那个船，又不会太重，有点难。那宋朝的粮食那里来？江南走大运河、汴河到开封，这是单一生命线，我们叫做单点故障，全线败退。只要断一处，整个系统停摆。所以我们只要封锁长江口，蓝水海军南北列阵，直接封锁出海口，海上的断气阀门关闭，就跟我们的 LNG 船关掉是一样的。所以所有的漕船想北上，你要通过封锁线，结果就是被焚毁、被俘获、被迫返航，甚至我的粮食又被赚回去了。接着粮船开始滞留江南，开封粮价第1周就会上涨。第二步，我既然都封锁长江口了，我不要等，我要追。吴越舰队溯江而上，逐段扫荡运河水师。宋军的水师问题在哪？它是内河船，火力弱，机动差，只要遭遇接战起火就崩溃，漕运护航系统下线，这里就会进入心理战了。第一批被焚的漕船呢，会飘回江南，船体焦黑，粮弹烧焦，幸存水手会讲什么故事？海上火龙有会喷火的战船。那第二批的漕工就开始拒航了，就跟台湾的这个液化石油天然气真正的危机是在于，如果我们的保险贵到保不齐险的话，还有熊国大熊熊说鬼扯，那吴越怎么被灭的？因为吴越没有穿越的科技呀。你以为吴越有穿越科技吗？有科技我们就不看太平年了，好不好？我们就要看太平吴越年。宋朝就是靠南方供粮了，你不要连这个历史都不懂，你跟我在那边吵说宋代如何靠南方过粮，他把后唐都灭掉了，南方又不是只有吴越国，你们帮忙读书好不好？回去 Google 一下，问你们家 AI 啦。什么叫幻想不切实际？我刚讲的每一样东西，在西元10世纪都做得出来，只是不知道而已，懂不懂？你以为我这边是搞穿越爽文？那你鬼嘞！是你化学不好，科技不好，你不懂得混凝土怎么做而已。你如果知道混凝土怎么做，你轻易做得出来。只要你是有王权的人，就这样子嘛。灭南唐前叫他上缴用买的啊！你不知道什么叫打草鼓，对不对？没听过哦。没听过什么叫打草鼓，我走到哪里抢粮，抢到哪里，抢完往回送。我只要有够强的兵力，我他妈的陆战把你的粮都抢光了，懂不懂啦？哎呦，金假喜。张静文问说今天有什么活动，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目标。今天的活动就是让我有更多的钱可以去这个买 C-Dance 的这个账号的额度，不然我做这么多动画，他妈亏死我了，一天就用完一半，1个月的一半哦。而且如果要打补给战的话，开封城内的粮价曲线呢，不是断粮，是价格会上升。第1月粮价翻倍，第2个月进军口粮减半，第3个月呢，民间要开始吃纯粮了。到第4个月，市场会出现什么假的米啦、混沙粮啦、发霉谷，食安危机就登场了。那禁军是中央的命脉没错啊，但是禁军也是高消耗的兵种，口粮下降，那怎么办？巡逻松弛啦，军纪崩坏，逃兵增加，
最要命的是，晋军开始私下买粮，与民争食，城市秩序开始崩。Eurosmith 讲没错啊，契丹也不产粮啊，那他怎么打到开封的？他沿路打草谷嘛，他沿路就是抢这些民间的粮啊。结果你觉得我武装好棒棒，但我没有农田，我就不会赢？你错了。去看五代十国的历史，就讲太平年没有看你今天在那边跟我讲想象的。哎呀，那宋朝在打征灭南唐之前那他的粮食哪里来？抢来的啊，不然要怎么办？哎，掠夺以战养战，我跟你讲，五代十国还有拖着人的尸体当做粮食的嘞。你以为就是那个时代很重卫生吗？那个时代没有粮就用抢的啦，谁跟你们道德治国？没有。接下来连晋军的粮食都不够的时候啊，皇城就会心理震荡。只要粮道断3个月，皇城会出现什么状况？整个上朝的时候，大家会讨论要迁都。官员家族难逃，金银价格暴涨，就跟现在一样。我们的金银价格暴涨，是因为大家觉得要打仗了。皇帝第一次会意识到敌军不在城下，但帝国已经在窒息了。最后的画面会是什么？吴越舰队沿运河北上，一路无人敢拦，因为根本拦不住。拦不住要怎么办？拦不住没有办法。拦不住呢，就只能继续走下去啦。那走下去就是大家逃光光啦。开封城头远望江面，不是粮船是战船呐，粮道变成兵道了。所以补给斩首战的本质不是海战，是系统瘫痪战。不用攻城，不用决战，封锁物流，你自然是不战而屈人之兵。那所以帝国首都只能靠运河呼吸的时候，海军就是掐住他喉咙的手。那火药开天震敌魂，海潮闻戒断梁门。若问坠裂焚尘数，黑油一出鬼神昏。火龙吐焰焚千箭，黑雨沾身骨一焚。至此战场多一系，能源文明入乾坤。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连能源都会变成武器，因为燃料就是武器。冷兵器时代的火攻靠什么？木材、油脂。问题是燃烧效率低附着性差，容易扑灭，而且你很多时候还要拿来做菜嘞。但我们带来另外一个东西，石油。很多人以为中国古代不用石油，错。很早有记录叫做猛火油，主要的来源是跟大石，就是阿拉伯贸易、波斯湾航线。古代中东就有能源输入那猛火油只会想到一件事情，叫做液态燃烧武器。比木油强在哪里？比动物油强在哪里？燃点高，粘附性强，水泼不灭。宋军如果第一次看到，他会直接想说这是妖火，这是妖火。张敬文说今天的目标底标，奇怪，你看不到我们的目标吗？底标是20个橘色的斗内然后这个目前在绿界有2个吧，至少我还没时间去看，所以大概还差4个。好，接下来做希腊火咯。拜占庭的海战神器只有3个字，叫做水上燃烧。我们虽然没有完整配方，不好意思那个时候希腊火高中物理跟化学没有学，但是我们可以复刻功能性的版本。石油当基底，松脂呢增稠，松脂其实可以拿来做那个磨墨的那个墨条。然后硫磺助燃，石灰反应增温，它就变成海上白磷版火焰。那有燃料不够，还要投射。我们刚刚讲了，火焰喷射器有嘛？火焰射程可以达数十步你在水上数十步的射程就很远的。专烧帆布绳索木甲板，再来陶罐装填石油混合物，点燃投射，破裂之后一火四溅，就变成古代的燃烧弹。
宋军水师列阵，准备要迎战了，但是吴越舰队不发炮，只见甲板推出青铜喷管，火焰喷出，不是火球是火柱，命中宋船的反面，火焰瞬间沿油之与绳索蔓延，就跟燕如雨下一般，水手泼水，火更大，因为它会随着你的水飘走，马上就开始心理崩溃了，马上就开始心理崩溃了。同一个时代已经有希腊火了，那它传到宋朝只是猛火油，没有做成希腊火，因为配方不足，所以对于宋代的海军而言呢，甲板上异火到处流动，士兵踩到脚底燃烧，跳海也带火灭不了，会变成海上业火地狱。所以燃烧武器强不强，取决于什么工艺。所以我们如果穿越到吴越国，要建立3条航线。第一个，阿拉伯石油贸易，你要开船开到阿拉伯去，把他们的猛火油拿回来。再来，你要建立日本的这个硫磺补给。再来，本土的松脂与石灰都要有，这就变成跨海能源链，宋朝封锁不了，这变成全球能源采购体系。这些燃烧武器最大的价值不是杀敌，你也不能杀多少敌，它又不是核子弹，但是它可以控制3种战场，拒止航道，烧毁补给，制造恐慌。只要江面有一个燃烧带，我把这个猛火油撒了，或者是我把这个希腊火撒了，飘在河上，漕船就不敢过嘛，海军不敢战，这叫海上禁行区。所以我们把能源军事化，把石油、硫磺、松脂整合进军事体系之后，那就开心了，是燃料体系对抗。所以，当你有石油燃烧海上火海的时候，宋朝已经差不多啦。但是接下来在这个差不多的时间呢，我们要特别讲一件事情。你就不要接旋战了嘛，你干嘛接旋战呢？你就直接喷火就好了，你跟他接什么旋？你讲到这里，宋朝已经差不多了，没有，我们要打经济贸易战，不抢钱，我们让自己送来啊，能够用市场解决，就不用战场，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是最好的方法吗？因为战争会消耗什么？会消耗人口、粮食、金属。经济战消耗的是什么？是对手的财政。宋朝最大优势是什么？商业繁荣，城市消费力强，那表示我们有钱可抽啊。所以我们先做肥皂，肥皂是植物猪油，然后加上草木灰碱液、食盐盐烯。我记得我们的网友 Ting 就会做手工皂，他还有拿去送给我们其他网友。化学反应的本质就是皂化反应啊。油脂加碱等于肥皂加甘油，甘油还可以拿来做希腊火嘞。所以理工男不只做肥皂，还要做高级肥皂，加香料、加药草、模具压纹、礼盒包装，变成宋朝的精品香皂。要去哪里卖？去汴京卖啊，因为那里是全帝国消费最高的城市。所以士大夫、贵族、后妃一用成瘾，白银开始难游。白银开始难游，干真的很白痴熊国大熊，你是没有读书还是没有知识？北方汉压在南方不是，问题是北方汉压下来打骑兵战啊，他不跟你打海战啊，你他妈被人家打骑兵战，城就被攻下来了，懂不懂啊？人蠢，不要在那边一直留言，看得很讨厌，你知道吗？也不读书。也不知道宋代的骑兵当时有多强，然后你跟我讲说，骑兵在南方不适应，骑兵冲阵，你的步兵打不过嘛，你的船又不会开到路上来，真正有够北蓝，真是听不懂，既不读书也不看历史，然后觉得自己被人家看出来很无知，好棒棒，真是经典，随便啊，救不了，不帮你，那所以。士大夫跟贵族后妃一用成瘾，白银开始难流。但肥皂的副产物是什么？润肤剂、医疗软膏、军用润滑，甚至未来消化之后就变成爆炸物的基底。所以民生副产品就会变成兵工。
干脑！熊国大熊，你他妈是智障是不是？我刚不是讲了，我不用跟你陆战决战啊，我他妈把你的经济战封锁就好了。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经济战？你知不知道当年为什么鸦片战争会起？你一定也不知道，对不对？因为白银外流太多，清代受不了了，清代受不了白银外流太多，才被迫要开战。没读历史，真是丢人。来，我不要浪费时间跟这样蠢货，你们去回答他，你们去回答他。有句话这么说：智商决定打出来的字，你打出来只有这种字，你就不要说了。你告诉我南唐为什么被灭啊？乖，南唐为什么被灭？不是打经济战吧？因为南唐没有办法打经济战啊。如果这么辛苦，你就不用说了。对啊，片手剑讲很清楚啊，清代抽鸦片抽到白银外流多到受不了，国家完蛋的时候才要翻脸，就没想到翻脸之后赔更多，然后再来还可以做烈酒因为你的工业技术成长之后，宋朝的酒精浓度是多少？10到15%。我们升级蒸馏技术之后，可以引入冷凝管、循环冷却，酒精拉到60%。所以高度的白酒、高浓度的、高酒精度的白酒来了，阿卡塞你就知道，第一个高浓度的烈酒在贵族宴席会成为地位象征，蒸馏酒永远都比较贵。第二个用途在战场上可以当做医疗，酒精消毒、清创、防感染，战场伤兵的存活率上升，医疗后勤革命。再来，这个智商不够人听不懂。因为当你的肥皂加烈酒出口，宋朝要支付什么？铜钱不够嘛，要白银啊。白银难流意味着什么？宋朝的货币紧缩，财政压力上升，经费调度困难，它财政就会放血了。所以你想象一下，这个经济战是怎么样子做的？汴京市场有新商品上市，香皂、烈酒、玻璃瓶。士族征购，士人送礼，后宫指定采购。3年之后，宋代的国库发现白银外流，但进不了，因为需求已经成瘾了，消费依赖会锁死，所以今天变成化学、工业、金融战。当烈酒跟肥皂变成白银的抽水机啊，宋朝即使不战败，财政也会失血。最后，当敌国用你的钱买你的化学、工业产品的时候，战争早就在账簿上结束了。最后一章怎么说呢？农起兵源海控粮，火药开天震八荒，土木正官城不破，黑油焚建水成商，白银自渡归南库，士帛入朝入国仓。若问霸权何日定？世皆推演定中书。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就照着这样讲？刚还有人讲烈酒浪费粮食，但是问题是不好意思，吴越的道已经改进变成战成道了，1年可以2收到3收啊。那所以我们7章已经把所有的科技产业、军事跟经济功绩全部都铺完了。这么多科技线，时间要怎么执行？我最后快讲。工程师要怎么统一？流程图是什么？来，我们问一下 Sakura 说 Google Play 已经发给我300元的抖内收据，但是问题是你很有可能是用 Apple 哟。来 Kevin Music 说我的 Sora 也被限流了，最近2天不给玩。Mr. 阿卡塞子说刚下桌没多久，小赢400块让猪大分红，然后咸猪鸡也刚到，小弟准备好黑金龙跟咸猪鸡配猪大的节目，今天又是在醒来喝或上桌的路途中度过，先与各位不离不弃的不孝网友们说声晚安。浩哲说可见老朱明天直播应该头套黑丝线坠。TLTW 说迟到小抖。
Peace Corner， 谢谢你的抖内，移迟到啊不，移说刚抖的目标不见了，有啦，你们刚抖的有在。不夜城里的刘建一 ，Sit Dance 2.0 是好东西。Nulia 9999给朱大拜个早年，感谢春节不断电直播是关谷建金的好时机。李景浩兄一连抖了4个。坏掉的龙龙九说，请支持香岸花瓶单人阿鲁巴老猪并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问老猪祝福打气，谢谢。坏掉的龙龙九又说，支持老猪过年期间24小时不间断直播，力拼《甄嬛传》，请加1。没有办法24小时啦，我还要脱裤子睡觉，好不好 ？Puffing Nation 2009，谢谢你抖内的一个贴图。坏掉龙九说，说到降维打击，可以看一下 Gate 奇幻自卫队，颇有趣的。有啊，但是里面还有一个魔人嘞，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啾说，先抖支持老朱使用各种工具，不知道能不能做出张飞对战岳飞？可以啊，可是不知道要怎么打呢？黑叔啊，随恒说，明天就是除夕围炉啦。小弟黑叔在此祝老朱跟众宅们新的一年鸿运当头，财源滚滚，也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朝着大家希望的方向发展，马到成功。啊，又记忆体不足啦，怎么这么无奈？张静文说：“今天的目标底标是什么？底标是20个啊，但是你问了之后，你也没抖内啊，你得猛这一起被冲。来，我再看看绿界怎么样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其实最后要讲，你真正要统一天下要怎么做，不是随便讲说，哎呀，我觉得啊，南唐怎么灭的？我打赌会这样讲的人根本没读书。那如果没读书呢，就不要来丢人现眼。”啊，来，我看一下。伊斯茜说，哦，等一下啊，我看一下哈。雷安说小斗内祝福朱大吉，大家新年快乐。雷安怎么好久没留言了？伊斯茜说抖一个动画制作基金，希望之后的片长能稍微长一点。蛙子说支持动画制作大业。提友说过年就是要达标，今天进度不清楚，应该是够吧？应该是够了。提友，谢谢你的抖内。Harry 也抖了300，但是没留言。好了，希望这样子应该够了，基本上可以的啦，可以的啦。快掉龙9来凑到15，剩下请各位朋友帮冲一下。Sakura 6再抖一次，对 Sakura 你之前抖内我这边根本没看到哦，所以你虽然收到了收据，但是只有这次有出现了。坏掉龙9说，哎，15，我再试试看能不能抖，有你们可以抖了。好，让我把接下来的这个总操作蓝图呢说一遍，好不好？那个第一个，第1年到第3年要植福与累积，这个阶段呢，吴越国只有4个字：不停装弱。对外怎么做？继续向赵寿称臣，纳贡进贡，表现要比历史上更恭顺。外交烟雾弹，但对内在干嘛？3件事情同时启动。第一个，海棠工程混凝土产能测试；第二个，要开始改战城道了，粮食要翻倍；第3个，要开始弄硝田了，火药原料的培养。所有的军事工业都要包装成水利农政民生工程。宋朝看到只会觉得此国务农治水，无心争霸。第2阶段呢，工业化扩军。第4年到第6年，好了，粮食有了，人口有了，健健康康、白白胖胖的小子也开始出来了。我们进入第2阶段，工业化爆发期，这时候就要建立所谓的古代军工复合体。
3条产线同时开。第一个，我们要开火药局；第二个，要开兵工厂；第三个，要造船坞。我们要开始把船坞盖起来。重点不是数量，一开始没办法做很多，但是要标准化，颗粒火药配比统一，火炮口径统一，舰船的隔舱标准化，同时还建立什么海军陆战队，专门负责登陆，负责港口破坏，负责漕运截断。到了第3阶段，也是第7年到第9年，我们不要单挑宋朝，我们要开第2战场，我们要跟辽国沟通。好，谢谢乙姨，这个基本上今天其实已经达标了，不担心不担心。那只是因为前一个直播的时候有3个人已经抖内，所以今天超标了。那我们要利用辽国在北方牵制，怎么做呢？透过秘密海运接头，我们从这个连云港出海，当时没有连云港，我们就从南方出海，然后提供给辽朝钢铁箭头、低级火药。结果是什么？宋朝的北线压力暴增，晋军的主力被迫北调，南方防线空虚。同时还启动第2招，我们要内部策反。我们要策反谁？我们要策反南宋啊，不南宋，我们策反宋朝的转运使、地方节度使、东南驻军将领，利用他们对强干弱支的不满。你今天中央做强干弱支哦，我们想办法让你弱干弱支。接着就把体制裂缝放大，第10年就要开始，第10年就要开始好好的干啦。那什么意思？所有准备完成，只等一个时机，我他妈要赢啊！你看，无知人会说：“哇，跟辽国勾结，勾你妈啊！”过年不要说不好的话，蠢汉才会觉得叫汉奸，你赢了就不是汉奸了啊！成败论英雄，懂不懂？看得懂中文吗？识字吗？那接下来要2件事情触发第10年的雷霆斩首。第一个，宋辽前线焦灼，皇权交替动荡，一定出现，因为赵匡胤终究会死，赵匡亦会接班。吴越就要马上启动总攻流程。第一个，封锁长江，拦水海军要封江口，粮道断气。Step 2要溯河北上，舰队进运河沿线摧毁水师。Step 3兵临开封，舰炮对城但不屠城，只要把一角城墙炸了，展示技术压倒性。所以理工男不会灭宋啊，会逼他禅让。为什么？因为统治成本最低啊，我们可以把他的行政体系完整接收。最后建立什么国家？不是农业帝国，是一个海洋导向、商业优先、技术治国、工程师帝国诞生。所有的科技线在这个第10年汇流，按着时间表、产能表、战略窗口同步推进。最后结论是，当战争被拆解为可排程、可量产、可控风险的工程专案时，霸权就不再是赌局，而是进度问题。所以啊，最后面我们来一个定场诗：10年磨剑海为锋，万里曹侯一手风。炮阵汴梁天欲裂，剑临地阙气如虹。未须屠戮江山改，只以文明定鼎中。若问此战何为胜？人间从此少兵戎。所以各位啊，这个好不容易跌跌撞撞，我们也走到最后了。终于透过一个工程师的努力跟拼搏，花了10年的时间，一路从战城道的改造，一路从火药的这个修正，终于来到了这个时候，我他妈要睡觉了。所以我们在前面的直播做了什么？农业改革、火药改革、土木改革、海权改革、补给改革、能源改革、经济改革、战略改革，全部被变。工程专案验收日就是要来政权轮替啊！
所以我们对着汴梁城一脚开炮，目的不是破城，我是要告诉你3件事：第一个，你挡不住；第二个，我能全毁；第三个，但我没要全毁。这个叫做克制的暴力，比屠城更可怕，因为它代表对方有选择，你没有。所以朝堂会紧急召开战略会议啊，主战派说要死守，主和派说要议和，配命派说麻烦禅让，现实就一条啦：梁晋军疲才攻，晋军已无战意。所以吴越使团入城，我们条件很简单：第一个保你皇室宗庙，第二个保你士大夫官位，第三个保天下不战。换什么？只换地位，无邪改朝。登基大典不在开封，而在江南，也就是代表文明重心南移，从农业帝国变成海洋帝国。最后我们要说，这套科技霸权不是更残酷吗？表面上看是，但实际的结果是什么？战争更少，死亡更低，因为技术差距大到根本不需要开战，就像核威慑一样。文明幸福论，我们的核心理论3句话：当爆炸力足够大，战争反而减少；当补给可被斩首，决战不再必要；当经济可被放血，帝国就会自行崩溃。所以我们整套战略不是为了毁灭宋朝，而是为了用最小的流血成本完成政权转移。当文明代差大到足以不战而胜的时候，那叫什么？那就叫做开心的，不是霸权，而是更长久的和平秩序。所以我们在现在终于经过10年，吴越可以跟他的盟友共饮一杯太平年的热酒了。而且我们用的酒杯还是玻璃杯，开不开心？开心。什么？Basic15说怎么听都像是以古奉今啊，真没有，好吧，真没有。哎，怎么讲到这个程度又觉得是以古奉今了？哎，我穿越也以古奉今了，你不能这样吧 ？Miss Tracery， 感谢你最后还是补了一个。其实我们今天斗内有多拿到了，但是没关系，我明天就看看下午开播，我就直接开播了，我不要在那边等那什么待命，等很久，等到我的金钥又破掉。这个 Eurosmith 说每日讽金目标达成1之1。郭鬼鬼还讲，你知道我知道，独眼龙也知道，真心没有啊，好不好？肾上耳朵痒是他耳朵痒，是他要去看医生，好不好？应该是耳朵发炎了。好了，今天这个实在是风风雨雨，各种 delay， 各种修的我一身汗，但好歹是直播做完啦。本来还要开 call in 的，但是我想就算了，没有力气开 call in 了，都搞到这么晚。那希望各位如果觉得精彩的话，就这个让我们已经斗内也达到目标，我明天又可以再疯狂的在做各种动画。张静文说：“我来补上，谢谢你补了一次。”好，那我们最后一样做一个意见调查。意见调查是什么？就是各位觉得今日的直播怎么样？第一个，如果你觉得直播的内容很好，听得也很懂，那请按1；如果你觉得直播的内容很好，但讲的不好，请按2；如果你觉得内容不好，直播讲的也不好，请按3。我们就这个好好的往下走。我说我也终于战斗到成功斗内了。树浪说暗讽金上很精彩，我没有暗讽金上呀，长官。坏掉龙酒说我肯定按的是9。哎呦，是不是能够让 YT 直播能够稳定一点，开了就直播，而不要每天在那边东搞西搞，搞得我死去活来，真不爽。
朱郎君讲古。片手剑说穿越通常都当不了工程师，只能当史莱姆。宝谭华说挺精彩，太祖万岁万万岁！我才不要嘞，朱元璋长很丑哦，好不好？金上是老赖还是老习？哎，老习可是清华化工系的啊。郭鬼鬼说：“我这几天会面见圣上，你看乖哦。好啊，好啊，麻烦你去卧个底，好不好？来我们这边还想全身而退，没有办法。好啦，谢谢姨姨说一起下班了，好不好？那既然这个样子，我们就给各位再回味一下今日的内容到底如何。我觉得今天感觉我自己觉得还蛮开心的啦，但是做了直播。”结果动画播不顺，我个人也是不太爽，就被送了。好啦，谢谢各位，今日这个我们同甘共苦，一起度过，弄得我又一身汗，又要再去洗澡。明天就是过年，过年之后我们要全部把家里衣服都洗干净，脱水，然后晾起来，把旧的衣服折一折，各自分一分，好不好？坏掉龙九说还没办法下班哦，好吧，没有啦，都是他们在乱讲。我什么大明朱家血统，我没有啦。我爷爷是个烈士，但是他的殉难的地方是在韦家岭啊。改天有机会讲讲他的故事好了，等到我们的同上人多了一点再说。希望各位朋友新年快乐，发大财。明天还有直播，不过应该是在下午。晚上年夜饭呢，我要跟全家人去餐厅吃，还有抽奖啊。还要包礼物呢，让我想想看怎么处理，好吧？一切都会好起来哦。我们国运签要年初4再来分析，因为有很多国运签不是初1、初2就出来，有的要搞到初4白天，所以我们就等到年初4晚上直播的时候再来分析国运签。没有不能分析的，既然是万事通事务所，就通通可以分析，好不好？跟各位说拜拜啦，拜拜拜拜。当现代理工男穿越成吴越国王钱红军，面对赵匡胤的煌煌大宋历史，绝不按剧本走。以农业、化学、工程、海权、金融重构文明，不是战役胜负，是系统性文明碾压10年工业化。舰队零开封，一炮示威，无血禅让。这不是脑洞，是工程师的称霸战略模型。当现代理工男穿越成吴越国王钱红军，面对赵匡胤的煌煌大宋历史，绝不按剧本走。以农业、化学、工程、海权、金融重构文明，不是战役胜负，是系统性文明碾压10年工业化。舰队零开封，一炮示威，无血禅让。这不是脑洞，是工程师的称霸战略模型。当现代理工男穿越成吴越国王钱红军，面对赵匡胤的煌煌大宋历史，绝不按剧本走。以农业、化学、工程、海权、金融重构文明，不是战役胜负，是系统性文明碾压10年工业化。舰队零开封，一炮示威，无血禅让。这不是脑洞，是工程师的称霸战略模型。当现代理工男穿越成吴越国王钱红军，面对赵匡胤的煌煌大宋历史，绝不按剧本走。以农业、化学、工程、海权、金融重构文明，不是战役胜负，是系统性文明碾压10年工业化。舰队零开封，一炮示威，无血禅让。这不是脑洞，是工程师的称霸战略模型。当现代理工男穿越成吴越国王钱红军，面对赵匡胤的煌煌大宋历史，绝不按剧本走。